2025年4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再次挥舞关税大棒，对主要贸易伙伴，尤其是中国，发动了新一轮关税战。这一次，他几乎将所有赌注都压在高关税上，试图迫使对手让步。然而，形势并不如他所愿。中国和其他受影响国家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制，美国国内经济也开始感受到冲击波，股市动荡，物价上涨，企业和农民叫苦不迭。特朗普政府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关税战本意是经济手段的博弈，但当这场博弈走向失败，结局会如何？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往往是沉重的。当一个领导人在经济手段上受挫时，他会不会为了转移视线，保住政权，冒险掀起一场军事冲突？特朗普政府目前面临的处境，是否可能重演这一危险的一幕？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来抽丝剥茧，探讨隐藏在关税战背后的更大风险。特朗普发动这场关税战的背景有多重因素。经济上，美国经历了前几年的高通胀和增长放缓，供应链问题仍未完全解决，巨额贸易逆差依旧悬在那里。2024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仍接近历史高位，这在特朗普眼中是美国经济被占便宜的明证。他希望通过关税壁垒迫使制造业回流国内，改善就业和贸易平衡。政治上，特朗普也在考虑选举和民意。虽然他刚赢下2024年大选，但他深知民意如流水，无论是2026年的中期选举，还是他本人能否稳固执政，都取决于支持者的满意度。他的基本盘选民期待他对中国强硬，捍卫美国利益，而特朗普本人一向相信展示强硬姿态可以凝聚民心。因此，关税战既是经济手段，也是政治秀场，既向国内表明他在兑现美国优先的承诺，也向对手展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此外，特朗普政府内部的对华鹰派势力也在推波助澜。上一轮关税战虽然未彻底改变中国的行为，但在鹰派看来，至少削弱了中国的增长势头。他们主张趁中国经济放缓之机，再度施压以争取更多让步。于是，特朗普选择在此时重启关税战，试图延续他所谓以压促变的策略。当然，关税战的对象并非只有中国，特朗普政府还对其他被视为不公平贸易的国家挥舞关税大棒，比如威胁对欧洲汽车和日本电子产品加征关税，要求这些盟友减少对美顺差，并配合美国的对华强硬路线。这使得2025年的全球贸易环境骤然紧张，美国仿佛在多线作战，将关税武器同时对准多个方向。综上，新一轮关税战是在经济压力和政治考量的双重驱动下爆发的。特朗普试图用熟悉的剧本再演一次贸易强硬的戏码。然而，这场赌注极高的博弈，正如不少经济学家警告的那样，埋下了失败的风险。如果关税战无法如愿迫使对手让步，反而使美国自身陷入困境，那么特朗普就可能面临骑虎难下的局面。经济压力催生冲突，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历史上多次上演的戏码。当内部矛盾激化，经济陷入困境时，一些国家的领袖选择铤而走险，通过对外战争来转嫁危机，凝聚民心。特朗普关税战可能失败的前景，不禁让人联想起这些前车之鉴。首先来看二战前的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条约使德国赔款累累，经济元气大伤。接着1929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又将德国推入深渊，工厂倒闭，失业飙升，民众对未来近乎绝望。在此背景下，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滋长，阿道夫·希特勒乘势而起。希特勒上台后大举扩军备战，以政府投资和军事订单刺激经济，德国失业率迅速下降，社会士气有所恢复。然而，这种以战养战的复苏方式需要不断对外扩张来获取资源和土地。1930年代后期，纳粹政权频频撕毁国际条约，吞并周边领土，最终在1939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说，德国的经济绝境与纳粹对外侵略有着直接关联。在希特勒眼中，只有通过战争掠夺才能摆脱国内的危机，经济危机成为战争的催化剂。德国的例子正是明证。再看近代的另一个例子，1982年的福克兰群岛战争。当时阿根廷深陷经济泥潭，通膨胀率惊人，
民众对军事政府的不满日益高涨。面对内部危机，阿根廷统治者决定通过对外冒险来转移视线。他们将目光投向了与英国存在主权争议的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马尔维纳斯群岛。1982年4月，阿根廷出兵占领福克兰群岛，企图激发国内的民族主义热情，令民众暂时忘却生活困苦。消息传来时，阿根廷国内一片欢腾，政权的支持率也短暂上升。然而结局并不如意，英国迅速派遣远征舰队反击，经过激烈战斗收复了岛屿，阿根廷被迫投降。战争失败令阿根廷军政府威信扫地，原本试图借战争巩固的政权反而迅速垮台。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企图用战争转嫁国内矛盾是一把双刃剑，稍有不慎就会引火烧身。历史上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无论是日本因资源匮乏在1941年袭击珍珠港，还是沙俄为转移国内革命压力在1904年对日开战，这些冲突背后往往都有经济或政治困境在作祟。领导人通过煽动民族主义，对外用兵来凝聚人心，转移矛盾，在短期内或许能收效，但一旦战事进展不顺，原本被掩盖的问题将更加雪上加霜，政权也面临更大危险。回到特朗普身上，如果他的关税战导致经济受损，民意下滑，他会不会重蹈这些覆辙？毕竟历史的镜子已经无数次映出类似的身影。当经济牌打不赢的时候，某些领导人会将目光转向战场。这并不是说特朗普一定会这么做，但这种可能性绝非天方夜谭。正如俗话所说，困兽犹斗。在政治生涯遭遇重大挫折时，选择孤注一掷的人并不在少数。特朗普会不会成为那样的人？这个疑问挥之不去，令人不得不保持警惕。再强势的领袖也无法脱离政治和现实的掣肘。随着关税战升级，特朗普政府正面临来自内外的双重压力。如果关税战效果不彰，甚至引火烧身，这些压力可能迫使特朗普做出更激进的选择。先来看国内压力。美国公众对经济的敏感程度极高，一旦贸易战导致物价上涨，就业受影响，民意支持率就会下滑。关税加征后不久，美国消费者便发现超市货架上的日用品价格又涨了，不少平日依赖的中国制造变得难以买到。一些制造业企业由于原材料和零部件成本骤增，不得不缩减产量甚至裁员。农业州的农民更是忧心忡忡。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报复性限制使他们失去了重要市场，玉米、大豆堆在仓库卖不出去。这些切身的经济痛感很快反映到民调上。关税开征1个月后，特朗普的支持率出现明显下滑，不赞成他贸易政策的民众比例节节攀升。国会方面的压力同样不容小觑。尽管共和党掌握国会，但并不意味着所有议员都认同贸易战。许多代表农产品出口州和制造业州的共和党议员对选民利益受损深感忧虑，私下敦促白宫尽快通过谈判降温，否则不排除在国会推动限制总统关税权力的法案。民主党更是群起攻之，批评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是搬石砸脚，警告贸易战若失控将引发经济衰退。可以说，特朗普一方面要安抚基本盘选民，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国会议员的质疑和掣肘。这种内政困境让他的决策空间愈发狭窄。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还顶着盟友和国际社会的外部压力。美国的传统盟友对于这场关税战态度复杂。一方面，欧洲、日本等国也担忧中国崛起，在理念上理解美国寻求贸易公平的诉求，但另一方面，美国的单边主义做法也损害了盟友利益。欧洲企业同样依赖中美2个大市场。如今美中互相加征关税，全球供应链混乱，欧洲经济也跟着遭殃。更糟糕的是，特朗普甚至对盟友也不客气，威胁对欧洲进口品征税，要求他们站队配合美国的对华强硬，这让盟友左右为难。若跟随美国对抗中国，他们自身经济将受损；若不配合，则可能激怒华盛顿。许多盟国领导人私下劝告白宫，尽量通过谈判解决争端，避免殃及池鱼。但是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并不顾及盟友的怨言。这种同盟体系的裂痕使美国的国际领导力受到挑战。除了盟友态度，国际机构和投资者的反应也令人承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先后警告，美中关税战若持续，将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甚至可能把美国拖入衰退。华尔街股市屡因关税消息震荡，大企业 CEO 纷纷呼吁政府三思，他们担心供应链中断和关税成本最终伤害的是美国企业竞争力。资本市场的动荡对特朗普尤为刺眼，因为他一向把股市表现当作政绩晴雨表，一旦股指大跌，特朗普就必须担心支持率随之滑落。综合来看，特朗普政府在关税战中可谓内外交困，国内有选民和国会的质疑，国外有盟友和市场的担忧。如果关税战无法速胜，拖成持久战甚至反噬美国经济，那么特朗普将进退失据。正是在这种巨大压力下，一个危险的念头可能浮上台面。既然经济牌走不通，是否需要换一副更强硬的牌，通过某种对外冲突来破局？这正是外界最担心的危险选项。如果特朗普真打算通过对外冲突背水一战，他可能将矛头指向谁？放眼当今世界，美国潜在的主要对抗对象无非是几个老面孔：中国、伊朗和朝鲜。这些对手各有不同，但共同点是，冲突一旦发生，影响都将超出双边，牵动复杂的地缘格局。中国作为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者，中美在贸易、科技和地缘政治上本已摩擦不断。如果经济战受挫，某些鹰派可能怂恿特朗普在军事上对中国采取更强硬姿态。然而，对中国动武无疑是最危险的选项。两国都是核大国，直接冲突有滑向世界大战的可能。尽管如此，不排除特朗普政府在局部制造摩擦，例如加强美台军事联系，或在南海推高美军存在，以挑衅中国的敏感神经。一旦触发北京的强力回应，台海或南海局部冲突可能升级为严重的中美对抗。即使双方起初克制不全面开战，这种擦枪走火的局面也足以让全球进入冷战以来最紧张的时刻。伊朗相比之下，对伊朗动手在政治上可能更易向美国公众交代。特朗普一向对伊朗强硬，曾退出核协议并实施极限施压。如果他需要树立一个外敌，伊朗是美国舆论眼中习以为常的反派，美国可能指责伊朗发展核武或袭击美军，以此为由对伊朗核设施发动有限打击。这种行动短期看似胜券在握，但后果依然难料。伊朗可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中东美军基地和盟友目标，引爆整个中东局势。油价飙升将冲击全球经济，美国也可能再次深陷中东泥潭。打伊朗或许比惹中国风险稍小，却仍是一着险棋。朝鲜半岛是另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火药桶。尽管特朗普曾与朝鲜领导人有过会晤互动，但朝鲜的核岛威胁并未解除。如果平壤在特朗普困境时期试射远程导弹炫耀武力，特朗普政府可能重拾火与怒的强硬路线，对朝鲜进行有限军事打击，如拦截导弹或摧毁发射基地，看似是展示实力的选项。然而朝鲜的报复能力不容小觑，它可以炮击首尔，攻击驻日美军基地，甚至在绝境中动用核武器。韩国和日本将首当其冲遭殃。美朝冲突一旦升级，东北亚局势将陷入失控。对朝鲜动武在美国国内也许阻力较小，但其不可预测性同样极高。除了上述对象，特朗普也可能采取其他形式的对外强硬来转移视线，例如加强反恐行动，或在小规模地区冲突中展示武力。然而这些举动对国内民意的刺激有限，难以达到大仗所带来的转移效果。真正具有全球影响的对抗，主要还是集中在中、伊、朝这三大假想敌身上。总的来说，任何一个选项都充满风险。对中国意味着可能引发超级大国对决，对伊朗意味着卷入中东乱局，对朝鲜则可能点燃东北亚战争的引信。每一条路都是荆棘密布，稍有不慎就会引火烧身。正因如此，当人们谈论特朗普会否为摆脱困境而铤而走险时，无不带着深深的忧虑。假如最不愿看到的局面发生，特朗普政府真的以战争冒险，那么冲突可能并不以美军直接大举出征的形式展开，而很可能呈现出多层面的混合战争。几种主要形式包括代理人战争，通过扶持盟友或代理势力与主要对手间接交锋；
美国可以在不直接出兵的情况下，支持他国与美国的敌对国对抗，以降低自身风险。例如，针对中国，美国可能加强对台湾或南海周边盟友的军事援助，让当地力量去牵制中国。针对伊朗，则可能默许以色列或沙特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提供情报和后勤支援。在代理战争中，美军表面未参战，但美方实际操控着战局。然而，代理冲突也可能失控。一旦代理一方战事不利，美国是否直接介入将陷入两难。对手国家也可能将矛头指向美国，使冲击。科技战与网络战。在现代，高科技和网络空间成为大国博弈的前沿。战争不一定是炮火连天的场景，也可能是在看不见的网络和技术领域刀光剑影。美国可能对对手发动严厉的科技封锁和网络攻击，例如切断芯片供应、封禁高科技合作、入侵对方电网和通信系统等。而对手也有反制手段，可能利用自身网络能力攻击美国的金融系统或基础设施，或者利用在供应链上的优势，如稀土资源、制造产能，来卡美国的脖子。这种科技战不见硝烟，却足以让城市停电、金融瘫痪、通讯中断，把现代社会拖回黑暗时代。其破坏力丝毫不亚于传统热战。全面经济战。关税战本身就是经济战的初级形态，如果冲突加剧，经济手段会更加极端。美国可能祭出金融核弹，如将对手踢出美元结算体系，冻结其海外资产，并联合盟友对敌国进行全面贸易禁运。对手则可能抛售美债，拒绝出口关键原材料，联合其他国家绕开美元交易，以削弱美国制裁效果。结果是全球经济出现裂痕，形成泾渭分明的对立阵营，国际贸易大幅萎缩，金融市场剧烈震荡，各国供应链被迫重组。经济战看似无形，其造成的衰退和物资匮乏对民众而言同样痛苦。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战争形式并非彼此独立，而可能交织在一起。现实中的冲突往往是外交、军事、经济、科技手段的混合较量。更令人担忧的是，若上述手段都无法奏效，局势还可能滑向最可怕的一步，直接的军事碰撞，包括常规战争，甚至核威慑的对峙，那将是人类难以承受之重。总之，从代理人战争到科技网络战，再到全面经济战，现代冲突可能通过不同渠道展开，但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对于卷入其中的国家和人民来说，结局都将是惨痛的。关税战若演变成真刀真枪的冲突，其冲击将波及美国内部和整个世界，可谓杀敌1000，自损800。战争的代价将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美国内部的冲击。对美国来说，战争会引发多重内患。经济上，军费开支激增，财政赤字扩大，可能推高通胀。若冲突扰乱石油供应，能源价格飙涨，美国民众要为汽油和电费付出更多，生活成本攀升。供应链中断将造成商品短缺，工厂因零部件断供而停工，失业率上升。金融市场对战争极为敏感，股市可能暴跌，投资信心受挫，严重时引发经济衰退。社会上，战争初期或许出现短暂的爱国主义高潮，民众团结支持政府。然而一旦战争旷日持久，伤亡增加，这种团结很快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反战情绪和对政府的不满。美国人民对长期战争的耐心有限，越南和伊拉克战争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如果特朗普将国家带入一场看不到胜利的战争，他的政治前途只会更加岌岌可危。全球经济的震荡，一次大国冲突宛如地震，在全球经济中引发连锁反应。首先是贸易受阻，若美中兵戎相见，横贯太平洋的航运将大受干扰；若美伊开战，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全球石油供应将陷入危机；朝鲜半岛有事，东亚制造业产出将骤减。这些都会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能源和原材料成本飙高，进一步推升全球通胀。接下来是金融动荡，美国的制裁对手的报复将动摇国际金融体系稳定，美元的全球霸主地位可能受损，部分国家会加速去美元化，全球资金流动和投资格局将被重塑。简而言之，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可能在大战冲击下土崩瓦解。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难逃波及。欧洲、日本等美国盟友会因市场和能源双重打击而经济下滑，依赖粮油进口的贫弱国家则可能陷入更严重的生存危机。人民生活与人道代价，战争最终伤害的是普通人的生命与生活。一旦战火燃起，无辜平民的鲜血往往先行流淌。如果冲突发生在对手国土，平民将陷入战乱苦难。即使战场不在美国本土，美军将士的伤亡也会给千家万户带来悲痛。大规模难民潮和人道危机将会出现，需要国际社会展开救援。即便远离前线，各国老百姓也无法独善其身。物价飞涨，物资短缺，将影响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经济衰退导致的失业和减薪，会让无数家庭陷入困顿。笼罩世界的恐慌情绪更会令人人自危。可以说，战争的阴云一旦笼罩，人类的发展和普通人的幸福生活都将倒退几十年。总而言之，如果特朗普因为关税战受挫而诉诸战争，无异于饮鸩止渴，短暂的政治效应换来长期的惨痛后果。无论美国自身还是全球，都将为这一冲动付出高昂代价。历史反复证明，战争从来不是化解经济矛盾的良方，相反，它往往制造出更严重的问题和更深远的创伤。如果关税战失败，特朗普会不会孤注一掷发动战争？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悬在人们心头。经过上述层层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并非无稽之谈。经济挫败确实可能诱发危险的军事冒险，从历史到现实都有迹可循。然而，可能性不等于必然性。特朗普到底会不会走到那一步？答案取决于许多动态因素。倘若关税战的压力通过其他途径得到缓解，或美国内部的制衡力量让总统认识到战争代价过于沉重，那么悲剧性剧本也许能够避免。历史的警示在于，经济困局下的好战冲动曾多次把世界拖入黑暗，但理性和克制同样是人类领袖所具备的品质。特朗普过去也并非每次都选择强硬到底，他曾多次对朝鲜或伊朗扬言动武，却最终没有付诸实施。这说明决策者仍会权衡利弊，不会轻易按下战争扳机。更重要的是，美国的体制和国际体系都有约束机制。当总统可能滑向危险边缘时，国会、公众舆论、盟友乃至国际组织都会发出警讯。是否引发战争，不仅是特朗普一人一念之间，也取决于美国社会和国际社会能否及时制止一场灾难的发生。对于普通民众和全球各国而言，我们能做的就是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时刻警惕战争幽灵的徘徊。经济矛盾应该通过谈判和改革来化解，而不应让炮火成为解决问题的工具。这不仅是对美国领导人的忠告，也是对所有国家领导人的警示。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2025年，悬念仍未解开，特朗普会如何收场他的关税豪赌？世界会否被迫陪他经历一场更大的风暴？没有人希望看到最坏的结果发生。或许我们只能寄望理性的声音占上风，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因为一旦踏上战争的不归路，后悔药将无处可寻。